剑是用来对付敌人的，绝不该向弱者拔剑。没错，绝不向弱者拔剑。要为爱而活着，天中的感情。来，谢谢，谢谢。慢点喝。这也只不过是城中的一个缩影罢了。看来必须尽快部署好计策，击退乌托人。武安郎，粥都分好了。对了，绮罗姑娘，不是已经让人去通知他们的家人来接他们吗？怎么没有一个人回家啊？深陷敌营，遭了凌辱，他们的家人觉得败坏门风，不愿意来接他们走。遭此劫难并非他们所愿，好不容易死里逃生，却被家人拒之门外，当真是可笑至极。若是换作男子，恐怕此时早已阖家团圆，说不定还被赞颂为英雄。那怎么能算英雄？像您这样保家卫民的将士才是英雄。还有老爷，老爷和武安郎都是保卫大魏百姓的大英雄。我可不敢自称英雄。至于李匡，英雄不会人云亦云，将本就受尽苦难的人又再次推向深渊，更不会为了节约粮食，便让自己该保护的百姓饿着肚子。武安郎可是在怪老爷，其实老爷也是有苦衷的，城中所剩余粮不多，老爷非常着急，所以……绮罗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我那有一些膏药，等会儿拿给你。我这点小伤，不妨事的，您别再怪老爷了。其实老爷是个好人，他从地痞手中救了我，给我饭吃，还给了我一个容身之处。绮罗姑娘，这便是好吗？他娶了你，不是理应好好照顾你的吗？身在乱世，身为女子，是老爷的人，理应由我好好照顾老爷，敬他，顺他，以他为天才是啊。慢点，小心啊。这样好点吗？
老爷，妾身害怕，妾身不想去了。妾身只想陪在老爷身边，妾身不想当什么表率。闰都绝不能被乌托攻陷，我是闰都的守将，就算是死也要守住闰都。可是以如今的兵力相比，此战没有任何胜算，但也要破釜沉舟，定要和乌托人拼个你死我活。你与那些女俘虏只是先锋，你们麻痹了乌托人的视听后，我便会率军出征，为闰都死战。妾身明白了。妾身愿望，还望老爷保重。阿和，阿和，刚刚我和小麦在来的路上听到了些消息，这个李匡准备把我们从乌托大营里面救出来的女子都送上战场，让他们去打乌托人。李匡这是让他们去送死。走。未生敌人，犹入家门，不配活着，不配活着。王副将，本官是兵部郎中，有权对你下达命令。本官命你不得开城门。楚大人，胜败在此一举，但末将是闰都的兵，只听李总兵的吩咐。开城门！王副将，开城门！这里是闰都，我乃陛下亲封武安郎，不归你闰都管。老子也不是你们闰都的兵。诱敌，李总兵，你这是草菅人命！武安郎，你为闰都所做的一切，李某甚是感激不尽。可即便如此，也不能随意插手我闰都的军务。武安郎若是再越俎代庖，就滚出闰都。我看该滚出去的应该是你。武安郎息怒，莫要责怪李总兵，我等是自愿的。我等身子已经不干净了，无颜再活在世上。若能以一命为闰都争取战机，便能洗去身上的耻辱，有尊严的死。李总兵委以我等众人，是给我等机会。只要我们能迷惑乌托人，让他们觉得我们闰都无人可战，便可为闰都争取战机，决战之日打他个措手不及。机会，那是我拦着你们立功了。没错，危难之际，我们理应同仇敌忾，共同抗敌。但这不等于让你们去白白送死，这不是有骨气，这是愚昧。武安郎，你慎言！李匡，你身为闰都的总兵，却将刀刃指向你的女人和你的百姓，这算什么？
他们是自愿的，他们出城迎敌是为了迷惑敌方，争取战机。我身为润都总兵，会冲在最前头，以身殉城，血战到底。与其屈辱的活着，不如死得其所。自愿？那我问问你们，你们当真是自愿的吗？我不想死，我也想有尊严的活着。你们无需感到无言，该感到无言的，应该是李总兵。李匡，他们是不是自愿的，还是有人逼他们走上了绝路？你心里应该清楚，难道他们就不是润都的百姓了吗？你身为一城的总兵，竟然让自己本应该保护的百姓去送死。剑是用来对付敌人的，绝不该向弱者拔剑。没错，绝不向弱者拔剑。都督，但与守城相比，实乃小过与大功之别，故而危急时刻应有取舍。先生，学生另有看法。我理解张将军的做法，可若换作是我绝不如此。我会带着剩余的士兵，在城门与叛军决一死战。手中执剑之人，应该明白剑锋所指向何处，是对着身前的敌人，还是对着身后的弱者。我绝不向弱者拔剑。都督怎么来了？你就不会因为咱们不会是因为我们私自立营的事儿来罚我们的吧？啊！我看呢，就是不像。都督心情挺好的呀，方才还笑了呢。真假？当然是真的了。别担心，别说。风云将军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带着九旗营，一路杀进来的。萧都督一路辛苦了。李总兵，武安郎是我叶州卫的人，叶州卫的人犯了错，也该由我管，不容你智慧半分。更何况，他没错。我知道错的人是我，可我也随时准备为润都战死。还未战就想着败，润都不需要你这样愚昧的守将。将士不畏死，执剑护山河，为百姓。将士们，我们和乌托都没有粮草，此战破釜沉舟，狭路相逢勇者胜。更何况我们有风云将军前来驰援，有兵部郎中楚大人带到城外的粮草，我们背后是千千万万的大魏百姓。身为将士，就应该执剑护山河，为百姓。将士们，敢不敢随我等出城迎敌，击退乌托，守护润都，守护大魏？风云将军与武安郎皆在润都，战，我润都必胜！
音了。这么大的音！主帅，听见了吗？见师生。举上年法，不作为惧。弓箭手准备。擒贼先擒王。他们不留后路，原来目标是我。众将士听令，护卫中军，用他们的血祭我们的军旗。护卫中军！牺牲自己的部下，你倒是心安理得。为我而死，死得其所。
与袍泽共进退，才是为将之道。小绝！小绝！九卿人手不够，你去找言和，请他率兵支援。路途有些远，快马加鞭，立刻出发。是。小怀瑾，唱！粮食已经运进来了，应香同绮罗姑娘带着被救回来的女子在敖州。多亏了楚兄的未雨绸缪，来前便让应香姑娘去筹集粮草。这夸赞着实受之有愧。
不过是锦上添花。战事结束了，才将粮食运进来。还是要感谢萧都督，不仅率兵驰援，还请来了燕鹤将军。职责所在，当不起楚大人的谢。诸位，润都能解此危，全靠诸位出手相助。李某代表润都上下，谢过诸位。李总兵客气了，守卫百姓乃我等职责，守望相助乃我等本分，何须言谢？是啊，职责、本分，可是有些人，武安郎，你很像我认识的一个朋友。不，是曾经的他。李匡，该不会说你长得像何如飞吧？他什么眼神啊？你可比何如飞顺眼多了。要不，你弃了萧诀，投到我麾下如何？燕鹤，这么着急就来叶州卫抢人了，是不是也要先问过我？小冰块，那么小气干嘛？萧都督，何兄现在是武安郎，他想去哪儿，你说的不算。我说的自然不算。他想去哪儿，想做什么，全由他做主。都督，都督，我正要去找你。司离叶州卫是我一个人的决定，王霸和黄雄他们都是我逼他们来的，你千万不要责罚他们，所有的过错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。就这样。是。随我来。都督，这是何意？事情还没解决，你留下一封信，一个荷包便一走了之，又是何意？怎么？难道你还留了别的？没有别的。留下这封信，是因为我虽然被封为武安郎，但也是叶州卫的兵。我私自离营，必须告诉你缘由。至于这个荷包，我不问自取，拿走了青狼剑，这个荷包便是赔礼。何言，之前是我身陷迷障，跨不过心里那道坎儿，才会将你和那个只会蝇营狗苟的何如飞视作一人。我早该知道，你就是你，你一直都是我那个百折不挠、侠肝义胆的同窗。
是那个守土未将、九死无悔的将军。从陪都回来后，我就想和你道歉，想和你说清楚此事，再陪你一起去驰援闰都。但那时候，你已经离开叶州卫了。我想，你一定是来了闰都。在重怀时，我有想过要和你坦白一切，但在我还在犹豫之时，你便知道了真相。何言，无论前方有多少风云诡谲，我都会相信你，和你一起冲破阴霾。好，久违了，小都督。好久不见，何将军。何姑娘，之前是我脾气不好，对你刀剑相向。后来都督让我去京城调查何如妃，我才明白自己错怪了好人，还请你原谅。情有可原，不会怪你的。何况，都督不是也给了我多日的冷脸吗？何姑娘，大人有大量，请原谅。本姑娘大度，自是不会怪你们的。不过有些事情，我是绝对不会原谅的。我一定要亲手拆穿何如妃的假面，让她和徐敬甫受到应有的惩罚。按照都督的吩咐，属下对华原一战进行了调查。7位将军原本是按照预先的安排，兵分3路行军，策应与乌托大军主力抗衡的何如妃。可在半路皆遇到乌托大军的伏击，其人全部阵亡。随后何如妃为报血仇，率兵痛击乌托大军，将乌托人赶出了华原。哪有这么巧的事？7位将军兵分3路，纷纷遭遇伏杀战死，无一人生还。偏偏只有何如妃一人骁勇善战，一举击退了气势如虹的乌托军。哼，何如妃这分明是想更加稳妥地隐瞒身份，再次与乌托勾结，设下埋伏，借刀杀人。他应是猜测你还活着，先是借乌托人之手杀了七虎将，又搬出闰都的李匡，诱你上钩。若你真救了李匡，则正中下怀，他便可以故技重施，利用乌托人置你于死地。我来闰都前就知道这是他给我设下的圈套，但不论是为了昔日的袍泽，还是闰都的百姓们，我都不能不来。何如妃自以为算尽人心，可惜他千算万算也没有想到，都督还会再次冒着被定罪的风险，率兵支援闰都。对了，可否让李匡给你和燕鹤补上一封求援信，以免又被别有用心之人借题发挥。此次你戴着面具，将乌托人的胆都吓破了，何如妃定能借此确定你的身份。我既然敢来闰都，就不怕他知道。等我回京，我还要堂堂正正地站在他面前，定要让他知道，谁才是真正的飞鸿将军。说到回京，既然何如妃和徐敬甫早就勾结在了一起，那他们之间一定会留下证据，而这些证据就在京城，所以我想早一些回京，说不定也能有所发现。好，我同你一起。